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诞生了许多智慧的结晶，其中《易经》、《道德经》以及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指引。这些古籍不仅是古人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理解生活、提升自我的重要工具。今天，我们将从这些古籍中探讨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话题：生日尾数对一个人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文字不仅是对宇宙万物运行的描述，更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激励。它提醒我们，虽然人生充满变数，但内在的自强与努力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对自我的认识有时并不清晰。我们往往在日常琐事中迷失，难以理清自己的目标与方向。通过研究生日尾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身的特点和潜力，从而在生活的不同阶段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不仅是对命运的探讨，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提升。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每个尾数所对应的人格特征以及它们在命运走向上的影响，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自己。无论你的生日尾数是什么，它都蕴含着独特的智慧和意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理解。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每个人的生日尾数都有其独特的寓意，这些尾数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性格特征，还潜藏着古老的智慧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通过分析这些尾数，我们不仅能够洞察自身的优缺点，还能更清晰地把握生活中的机会与挑战。古人早已发现，数字与宇宙的运转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自然法则的体现，也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尾数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与哲学思考。比如，尾数1通常象征着独立与领导，而尾数2则代表温和与善良。这些特征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性格，还可能在事业、人际关系、情感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将逐一分析每个尾数的特征，并探讨它们在命运走向上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了解数字，更是在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与愿望。无论你是哪一天出生，每一个尾数都有它独特的故事与智慧，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能够帮助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找到自己的方向与归属。首先，让我们深入探讨尾数1的人。尾数为1的人通常展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他们不喜欢依赖他人，更倾向于自主决策，积极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梦想。这种性格特质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成为领导者，具备很强的行动力和决策能力。在团队中，尾数1的人
常常是推动者，他们喜欢带领他人前进，激励周围的人共同努力，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在五行中，尾数一多偏向火，这一特质赋予了他们热情与动力。正因如此，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困难，展现出不屈的意志力。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中，尾数一的人都有强烈的成就感和责任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改变现状。这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常常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果敢的决策。然而，独立的性格也意味着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可能显得有些强势和固执。尾数一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充满信心，因此在团队合作中，可能会因为不愿妥协而引发冲突。这种情况在工作环境中尤为明显，如果不加以注意，可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尾数一的人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也需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找到适当的平衡。在流年运势上，当遇到火旺或金旺的年份，尾数一的人通常能够获得职业上的显著提升。这段时期，他们的个人动力与事业发展尤为显著，能够借助良好的外部环境突破自我局限，获得成功。同时，当火星或太阳与尾数一对应的宫位产生和谐相位时，他们的行动力和领导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成为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尾数一的人凭借其独立自主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常常在各自的领域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仅需要保持自我驱动，也要学会在力量与柔和之间寻找平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人际关系和职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与满足。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尾数二的人。他们通常性情温和、善良且富有同情心。这种温和的特质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能够轻松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形成深厚的情感纽带。尾数二的人重视人际关系，往往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因此常常被视为朋友和家人中的和事佬。他们天生的社交天赋使得周围的人都愿意依赖和信任他们。在五行上，尾数二的人通常偏向于水与木，这赋予了他们柔和而富有生机的特性。在水旺的年份，他们的社交活动会显著增加，容易遇到贵人或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帮助。此时，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可能会更加丰富，家庭关系更加和谐。尾数二的人通常在家庭中扮演着稳定与温暖的角色，乐于为家庭的幸福而付出心力。然而，尾数二的人也需注意，在过于关注他人需求的同时，容易忽略自身的感受。他们有时可能因为过于体贴他人，而导致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因此，在木旺的年份，尾数二的人需特别关注情绪的波动，努力找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
他们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适当的独处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与期望，从而避免情绪上的消耗。在命运的发展中，家庭生活和婚姻对尾数2的人占据重要地位。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仅能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也会影响他们在事业上的表现。尤其是当金星与尾数2相关联的宫位有良好相位时，人际关系和爱情方面都会有显著的进展。他们能够通过善于沟通和倾听，与伴侣和家人建立深厚的理解与信任。尾数2的人以其温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周围人的喜爱和信任。在追求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保持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要学会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只有在关心他人和自我成长之间找到平衡，尾数2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更美好的人生。尾数3的人则展现出一种外向活泼的特质，他们通常充满激情与创意，乐观开朗，喜欢尝试新事物。这种积极向上的性格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总是显得活跃而引人注目。尾数3的人天生具备强烈的好奇心，愿意探索未知的领域，与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新发现与灵感。他们的热情常常感染到身边的人，能够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成为社交圈中的中心。在五行上，尾数3多与木与火的元素相关，这使得他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在木旺的年份，尾数3的人会感受到特别的动力与激情，能够全力投入到学习、旅行或各种创造性活动中。在这一阶段，他们的灵感源源不断，能够在个人发展和事业上取得显著的进展。然而，在火旺的年份，他们需要特别关注情绪的管理，避免因为冲动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此时，适度的冷静与反思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挑战，避免因急躁而产生的负面后果。尾数3的人在子女宫和福德宫的位置上也尤为重要，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发展，还关系到与他人的互动和快乐。他们往往在家庭与社交关系中充满创造性，为家庭生活增添许多乐趣与活力。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尾数3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周围的人共同成长。此外，尾数3的人也非常乐于尝试新事物，他们对生活的探索精神促使他们不断挑战自我，寻求突破。这种积极的心态使他们在面对变化时能够快速适应并找到其中的乐趣。无论是职业发展还是个人生活，尾数3的人总是能够在变化中找到机遇，成为推动自我成长的重要力量。尾数3的人以其外向活泼的性格，在生活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在追求自由与创新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会适度的反思与冷静，以避免因冲动带来的困扰。通过这种平衡，尾数3的人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成为灵感与欢乐的源泉。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尾数4的人。他们的性格特点通常是务实与认真，重视实际的成果和稳定的生活。这种特质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责任感与坚持不懈的精神。尾数4的人往往能够脚踏实地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面对挑战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稳妥而有效的策略，而非冒险和激进的做法。这种踏实的态度使得他们在团队中常常被视为可靠的支持者和实际的执行者。在五行中，尾数4多偏向土的元素，这赋予了他们一种稳重而坚实的特质。他们对稳定和安全感的追求，使得在土旺的年份，他们在工作上容易获得认可和成就。在这样的时刻，尾数4的人通常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获得同事和上司的赞赏，事业上实现质的飞跃。然而，务实的性格也可能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显得固执，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或做法，这可能会导致错失一些潜在的机会。因此，尾数4的人在追求目标的同时，也需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应对变化。尾数4的人在职场中的表现尤为显著，事业宫与财帛宫的位置相互呼应时，他们能够抓住机会，积极应对挑战。这一时期，土星对相关宫位的影响可能带来责任感和压力，虽然这些压力可能让他们感到沉重，但同时也为他们的成长与积累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是通过这些挑战，尾数4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我，积累宝贵的经验与资源。在家庭生活中，尾数4的人同样注重稳定与安全，他们重视家庭的和谐与发展，努力为家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在面对家庭事务时，他们会以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确保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支持。这样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使得尾数4的人在家庭中成为支柱，为家人的幸福与安宁付出努力。尾数4的人以其务实认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生活与工作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追求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需学会适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保持灵活与开放的心态，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实现人生的更高目标。通过这种平衡，尾数4的人能够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开辟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尾数5的人，他们通常展现出自由与好奇的性格特质。这种个性使得尾数5的人始终保持着探索未知的热情和对新事物的渴望。他们不拘泥于常规，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无论是旅行、学习新技能还是结识不同的人，尾数5的人都能在这些经历中找到乐趣与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不断追求新的体验，这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色彩和活力。在五行上，尾数5多偏向于木和金，这种组合赋予了他们灵活性和创造性。尾数5的人
通常在木旺或金旺的年份中展现出特别强烈的冒险精神，适合进行旅行或拓展事业。当外部环境有利时，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勇敢地迈出探索的步伐。然而，这种自由与好奇的特质也意味着尾数5的人有时可能会忽略细节，导致计划的实施不够周全。因此，他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需要注重自我管理，确保在探索新领域时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与资源。尾数5的人在迁移宫和兄弟宫的位置上通常尤为重要，这反映出他们与外界的互动关系。无论是通过旅行还是社交活动，尾数5的人总能在这些经历中找到成长的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他们的好奇心和适应能力使得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游刃有余，能够快速融入新环境并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尾数5的人也需要时刻注意财务的合理规划。在追求自由与冒险的过程中，冲动消费或不理智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财务稳定。因此，制定预算和保持理性思考将有助于他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不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尾数5的人以其自由与好奇的特质，开创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在追求新奇体验的过程中，他们需保持对自我管理的重视，以避免因过度追求刺激而导致的失控。通过找到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平衡，尾数5的人能够在生活中不断探索自我，拓宽视野，迎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尾数6的人则展现出体贴与温暖的特质，他们重视家庭和人际关系，常常成为他人心灵的依靠。这种温暖的性格使得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格外亲切和友善，能够轻易地赢得他人的信任。尾数6的人天生具备同情心，善于倾听他人的心声，乐于为身边的人提供帮助与支持。他们的关怀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在于行动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关心与照顾，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安全。在五行中，尾数6通常与水或木元素相关，这使得他们具有柔和而流动的特质。尤其是在水旺的年份，他们的情感和社交生活会迎来蓬勃的发展，适合处理家庭事务和深化人际关系。在这个阶段，尾数6的人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努力营造和谐的氛围。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成员感受到彼此的关心与支持，从而增进感情。然而，尾数6的人在乐于助人的同时，也需警惕过度干涉他人生活的倾向，因为他们有时可能会因为对他人的关心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因此，在生活中，他们需要时刻反思自己的角色，保持自我界限，以免因过度投入他人事务而感到疲惫。适当的自我关怀和独处时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充电与反思，从而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的情感和精力。尾数6的人在家庭和情感生活中表现出色，
伏羲宫和田宅宫的位置对他们尤为关键。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也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后盾。当金星与尾数6相关联的宫位有良好相位时，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爱情方面往往会迎来新的发展，增进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联系。尾数6的人以其体贴温暖的性格，在生活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环境。他们在追求与他人之间的亲密联系时，需保持对自我的关注，以实现内外的和谐。通过这种平衡，尾数6的人能够在温暖他人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生活空间。尾数7的人则展现出内向与深思的特质，他们通常喜欢独处，并在内心的沉淀中寻找生命的真谛。这种个性使得尾数7的人常常显得神秘而富有智慧，他们擅长观察周围的世界，对事物的本质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社交场合中，尾数7的人或许不如外向的人那样活跃，但他们在倾听与思考中展现出的深刻理解，却常常能引发他人的共鸣。在五行中，尾数7通常与水和土元素相结合，这种组合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深度。尾数7的人在水旺的年份，特别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冥想等精神追求，常常取得显著的进展。然而，内向的特质也可能让他们在某些时刻感到孤独和隔离，因此在追求内心的宁静与深度理解的同时，他们需要学会寻求与他人的交流与支持，以缓解内心的孤独感。尾数7的人在福德宫和命宫的位置上尤为重要，这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向和精神追求。在流年中，尾数7的人常常会进行自我反省，特别是在土星或水星的影响下，他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内心需求和生活目标。这一时期，尾数7的人通常会受到灵感的启发，能够深入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提升自我的认知。在追求内在的智慧和宁静时，尾数7的人也需要注意保持与外界的连接。他们可以通过阅读、写作或艺术创作等方式，将内心的思考和感悟表达出来，既能帮助他人理解自己的世界，也能促进自我的成长与发展。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是内心情感的宣泄，也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尾数7的人以其内向深思的特质，探索着生命的深层意义。在追求内心宁静与智慧的旅程中，他们需时刻保持与外界的互动，以避免因孤独而感到迷失。通过这种平衡，尾数7的人能够在内心的探寻中收获更深厚的智慧与灵感，创造出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人生。尾数8的人则展现出强烈的企图心与追求成功的决心。他们通常具有明确的目标与雄心壮志，喜欢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奋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特质使得尾数8的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极高的进取心，
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追求物质与事业的成功，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在五行中，尾数八通常与金和土元素相结合，这种组合使得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既具备务实的策略，又拥有坚定的决心。在金旺的年份，尾数八的人往往能够抓住机会，获得良好的财运与事业发展。他们在职场中展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带领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然而，这种强烈的企图心有时也可能导致他们过于专注于成果，从而忽视了周围人的感受和团队的氛围。尾数八的人在事业宫和财帛宫的位置上，通常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土星和木星的合相会为他们带来责任感和压力。虽然这些压力可能让他们感到沉重，但同时也是他们成长与提升的重要时刻。在这个阶段，尾数八的人需要学会在追求成功的同时，平衡工作与生活，以免因过度追求目标而忽视了健康和人际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尾数八的人同样重视责任与担当，他们通常会努力为家人提供物质保障与支持，展现出极强的责任感。然而，过于专注于事业的他们，有时可能会忽略与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尾数八的人也需要关注家庭关系，保持与家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建立更加和谐的家庭氛围。尾数八的人以其强烈的企图心，在生活中开创了不凡的成就。在追求物质与事业成功的旅程中，他们需时刻保持对人际关系与自我健康的关注，找到平衡，才能在成就事业的同时，也享受到人生的美好与幸福。通过这种平衡，尾数八的人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尾数九的人则以其富有同情心的特质而著称，他们通常关注他人的感受，乐于为他人提供支持和帮助。这种同情心使得尾数九的人在社交中显得格外温暖与包容，常常能够体察他人的情绪与需求。在与朋友、家人或同事相处时，他们展现出的关怀不仅能够缓解他人的困扰，也使得身边的人倍感安心。在五行中，尾数九通常与水和火元素相结合，这种组合赋予了他们丰富的情感与敏锐的直觉。水旺的年份里，尾数九的人往往能够在情感和公益方面获得显著的发展。他们乐于参与慈善活动或社区服务，努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助人为乐的快乐，也能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与成就感。尾数九的人在福德宫和兄弟宫的位置上尤为重要，这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发展。当金星与尾数九相关联的宫位有良好相位时，他们的社交活动和人际关系将迎来新的机遇，能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
找到支持与共鸣。这种积极的社交互动不仅能增进他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也能帮助他们在事业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灵感与动力。然而，尾数9的人也需注意，在关心他人的同时，保持对自己情感需求的关注。他们可能会因过于关注他人而忽略自己的感受，导致内心的疲惫。因此，适时的自我反省和关爱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尾数9的人能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宁静。尾数9的人以其富有同情心的特质，积极参与到人际关系与社会活动中。他们在关怀他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收获他人的感激与支持，也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在追求内心宁静与关爱的旅程中，尾数9的人需时刻关注自我情感的需求，通过这种平衡，实现更高层次的人际联系与人生意义。尾数0的人则展现出包容与稳重的特质，他们通常追求平稳的生活方式，善于保持内心的和谐与宁静。这种特质使得尾数0的人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往往能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冲突与挑战。他们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感受，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不同的观点，展现出卓越的情商与理解力。在五行中，尾数0通常与土和水元素的结合，这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既有扎实的根基，又具备灵活的应对能力。在土旺的年份，尾数0的人会更加稳定与成熟，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而在水旺的年份，他们则能够更好地进行内心的成长与情感沟通，提升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灵活性使得尾数0的人能够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理智。尾数0的人在田宅宫和夫妻宫的位置上尤为重要，这影响着他们对家庭和安全感的重视。他们通常渴望建立一个和谐而稳定的家庭环境，努力为家人提供温暖与支持。在家庭生活中，尾数0的人展现出极强的责任感，愿意为家人的幸福付出努力。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与家人之间的沟通，通过互相理解与尊重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然而，尾数0的人在追求包容与稳重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的情感需求，避免过于迎合他人而忽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们应该学会在保持包容的同时，设立适当的界限，以保护自己的情绪与心理健康。通过合理的自我关怀与反思，尾数0的人能够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成长与幸福。尾数0的人以其包容稳重的特质，在生活中创造出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展现出的宽容与理解，不仅能够增进人际关系的深度，也能让自己在内心的平和中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在追求内心和谐与生活平衡的旅程中，尾数0的人能够通过这种自我意识与包容心，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通过对不同伪数所蕴含的性格与命运特征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个性。这些古老智慧不仅仅是关于数字的简单解读，更是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探索与认知。每一个伪数都承载着独特的寓意，反映了个体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在现代社会，理解和运用这些古老的哲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选择。无论是伪数1的独立自主，伪数2的温和善良，伪数3的外向活泼，还是伪数8的强烈企图心和伪数9的同情心，每一种特质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欣赏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进而在互相理解与支持中共同成长。与此同时，伪数0的包容与稳重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目标与成功的同时，不忘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虽然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但后天的努力与态度同样重要。面对生活的波动，我们应以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与机遇，从而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启发大家在探索自己生日尾数背后故事的过程中，不仅能更好地了解自我，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用智慧去感知生活，以宽容去面对他人，从而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未来的路途可能充满未知，但只要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就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